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Inside， 我是 Leo。这一期的刺青大师，我想要继续分享一些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写实纹身师。那这一次除了分享所谓的正统的写实纹身师，我更多的想要分享的是一些可能算是写实子类别的比较不一样的纹身师。那我必须要说的是，我喜欢的写实纹身师实在太多了，所以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期，后续可能还会有第3、第4、第5、第6、第7。那废话不多说，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的呢是来自波兰的 Timur， 他非常擅长于将写实与超现实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同时他的纹身主题也非常有特色，带有一种90年代东欧国家特有的苏维埃朋克感。他会在纹身中使用类似于赫鲁晓夫楼啊、苏联大妈呀、Gopnik 啊之类的极具东欧特色的元素，同时他也很喜欢使用对比强烈的黑与粉的颜色搭配，创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那第二位呢是来自法国的纹身师 Marcos， 他的作品多以微写实的纹身为主。相较于面积比较大的写实纹身，微写实要求纹身师在更小的面积内能够还原更多的细节。那 Marcos 在这一点上是做得相当出色的。他的纹身多以黑灰肖像为主，同时会带有一些超现实的元素，虽然小，但是一点都不简单。说完黑灰的微写实，下面这两位纹身师呢，则是彩色微写实的高手。第一位呢是来自北京 New Tattoo 工作室的组。他的纹身师在写实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 illustrative， 也就是插画式的表现手法，将很多我们熟悉但是现实中又不存在的东西，通过写实的手法表现了出来。比如说卡通中的角色、游戏中的角色、经典的 smiley face 等等。那当然，在传统写实方面，他做的同样相当出色。我特别喜欢的是他的一个缝纫机的纹身，我感觉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个，就是我们90年代的小孩童年回忆中都会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另一位呢是来自韩国首尔的 Hancock， 他同样非常擅长于将彩色微写实与 illustrative 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只不过相较于组，他的纹身主题中可能会有更多西方文化的东西。接下来这一位我觉得非常特别，因为他算是开创了一个写实的新流派。那他就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 Pavlo， 他将自己的风格称为 glitch realism， 直译过来的话就是故障写实。他的纹身会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上非常 glitchy 的全息光谱色，给人一种旧时电视机出故障时的色彩效果，看着非常有特色。但同时，想要纹出这样子的效果，其实难度非常的高，因为它要求纹身师对光线效果有深入的理解，同时能够精准的对色彩进行控制。如果说 Pavlo 是运用彩色的高手，那下面这一位则是将黑灰发挥到了极致。那他就是来自法国的 Elliot， 他的纹身通常会有强烈的明暗对比。在非常浓郁的黑色的基础上，用大量的白色进行点缀，同时它的主题多是恶魔呀、骷髅啊、邪灵等恐怖形象，所以营造出来的感觉非常邪恶阴暗。那最后一位呢，算是写实纹身界的传奇人物了，那他就是来自乌克兰的 Dmitry Samokhin。Samokhin 从事纹身超过20年，算是乌克兰最享有盛名的纹身师之一。他的作品有极致的光影处理、逼真的质感表现以及完美的构图。对于他的作品，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好好享受就行了。OK，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刺青大师写实篇2的全部内容。正如我开头所说，这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期。如果你也喜欢纹身，想要了解更多的纹身资讯、更多的纹身趣事，欢迎订阅我们。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